Hello， 大家好，歡迎回來我的頻道，我是 A 琳。那4月10號呢，絲芙蘭也是全面開啟了他們的1年2次的8折活動。那根據你的一個等級不一樣，它入場的時間也不一樣。具體的呢，可以參考一下這張圖片。在這個時間點呢，想說正好跟大家總結一下我去年用下來的，不管是彩妝或者是護膚類推薦的一些單品。那先從彩妝類開始好了。粉底液的話呢，那我一直用的 YSL 的 All Hours 就是這個黑蓋的粉底液是空瓶了，我現在手頭上沒有辦法給大家展示。我也是準備等着 Sephora 這一次折扣呢，繼續再去回購它。它整個給我的感覺就是屬於是你皮膚狀態好的時候，它能夠讓你更上一層樓。我很推薦所有的混合皮、混油皮，在夏季使用它的時候，也會是屬於很放心的一個選項。那除了我一直在用的這一款粉底液之外呢，今年我有中到一個大草，我也是準備這一次8折的時候入手，就是 Natasha Denona 他們新出的這款粉底液。看了很多測評，对它都是只有誇獎，粉質很細膩，有一點點微微的斷光的感覺在裡面，所以我還蠻期待那一罐粉底液的。那等我買到了之後，我也是會使用一段時間再來跟大家匯報。那上妝之前呢，如果你是乾皮的話呢，不能少的步驟就是這種妝前保濕了。我去年用到的就是這個，這個現在包裝已經被我用的油油膩膩的。它就是 Refine 他們家的一個妝前保濕，它的整個的賣點應該是前面這個滾輪吧，可是恰巧我是最不喜歡它這個滾輪的，我都是會直接選擇把這個擰開，直接擠它這個管裡面的東西。它是這種透明的，然後整體主打一個就是保濕滋潤的。我覺得它的整個保濕力度對於我這個乾皮來講呢，是能夠很好的去給我在妝前緩解我的皮膚乾燥的問題。即便是我來不及去敷一個面膜，或者是正兒八經的就是認真的去做妝前的護膚，我就直接用它，在後續上粉底的時候呢，也不用擔心說會卡呀、会粗糙啊，它就是一個很快速的，能夠讓你的皮膚很滋潤、很蓬瑩，而且呢，它的量也蠻大的。這個是 Anastasia 的修容棒這一款。我的色號呢是 Half Tone， 它跟我臉上的契合度非常的高，它是很難得的在歐美彩妝裡面可以找到的適合我們這種黄種人用的一個調色，整體就是非常的好暈染，就是光靠手啊都能給它抹開的，你完全不用担心說它刷在你臉上就是2條道子它下不去。整個的质地也是非常的絲滑，像新手的話呢，它也是会非常的好操作，也不用擔心說它下手太重啊。如果你是干皮的话，我会推荐你用 Anastasia 这款。那如果你是油皮，很滑之後就很容易在你臉上掛不住的，你就可以去看 Fenty Beauty， 那個呢會比較乾一點點。再來分享一個高光，就是我現在臉上塗的這一款。那這個高光呢，我其實入手了蠻長一段時間的，整理梳妝台然後彩妝單品的時候，我翻出來發現好久沒用它了，拿出來用一下吧。就是 L'Oréal Beauty 的這一款高光膏，它還有另外一個顏色是偏香精調的。那我現在拿的這一款呢，它就是更偏白色調的，黃一白。然後你希望整體的妝容是更清透感的，那你就去入手這一款 Enlighten。它整體是这種非常透，這個粉質啊就是非常的細密，完全不會結塊，不會說飛粉的一個情況，沒有那種很明顯很粗糙的顆粒感在你的臉上。上臉了之後就是這種很漂亮的一個燈泡光澤肌的感覺，我就很喜歡點在我的鼻頭，然後包括我的颧骨這個位置。那比如說像你的颧骨可能會比較寬，你想要隱藏的話，你就要把高光點往中間折疊。我會一般用在這個位置，就是我的颧骨可能最高點是在這裡，但是我會稍微往前挪這麼1厘米，就會讓你整個人看上去就是視覺中心更集中一點，你的臉就不會像大餅一樣被攤開了嘛。即便是你用的是全哑光的一個粉底液，上了這塊高光，真的就會讓你的皮膚有一種燈泡水光透亮的那種很亮很亮的，就是整個臉型的調整。我覺得除了化妝能夠給大家帶來一定程度上的微調之外，平常呢我最經常用的還是就是這種美容儀器去輔助。正好我用到的這一個 Amiro 的 R3 Turbo 呢，他們最近是有一個限時的4.7折，賣完就沒有了的一個活動，到手價只要149.9塊，而且它還有好多贈品，裡邊除了有這台機器之外，還有給你送凝
凝膠啊、眼膜啊、提拉面膜，反正就一整套都给你配全了。它会比去年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黑五的那个價格还要再便宜$80，非常的划算，就是包邮包税的这种。我推荐它有几个点，首先就是它能夠把我的整個臉，包括下頜線都整理得非常的乾淨。還有呢，就是我們眼周的一個肌膚了，它都是有專門的一個眼部模式可以去使用，這還就是屬於功能很齊全，用完當下立竿見影，你就會感受到一半的臉被提上去的感覺。所以如果你有在找這種提拉的，然後多角度的去維持你整個皮膚的一個基礎的面部狀態的話，可以去看一下它。現在這個呢，絕對就是史低價了，非常的划算。那關於這台機器的更詳細的測評視頻呢，我會把視頻鏈接貼在這個信息欄下方，大家感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定妝的話呢，有2個東西要跟大家分享。首先一個是我一直在用的一個定妝噴霧，這個其實是我的一個分裝品了。我之前有買過 Rare Beauty 他們家的這個定妝噴霧，我覺得不是很好用，但是它的瓶子很好用，你看它噴出來的噴霧非常的細，可以看到嗎？瓶子真的很好用，我就用完了，不忍心扔，直接給它裝 Charlotte Tilbury 的東西在裡面。它這個噴霧真的是哇，太細了，它能夠很均勻的讓你一整個臉都每一滴都不會浪費。我最喜歡的其實是 Charlotte Tilbury 他們家這個 Airbrush 的這款定妝噴霧，它就屬於是能夠很好的把妝都焊在你的臉上，而且即便是你有什麼就是你覺得處理的不好、不乾淨的東西，噴完這個定妝噴霧之後，它就好像有一種魔法，把你把所有東西都融合的非常的好。夏天呢也不用擔心它脫妝，一整天下來之後，整個的妝效是會變得很漂亮。即便就是你臉部上面出油了之後，它也完全不會說直接滑走，它不會讓整個的妝效有任何的改變，但是又能夠讓它有一個很好的結合，算是一個粘合劑吧，非常的喜歡。然後還有一個呢是這一個小小的 Huda Beauty 的散粉，有出非常多的色號。我的這個其實是 Cherry Blossom， 它還有一個 Cupcake， 其實更適合日常定妝。我是比較乾的皮膚，所以我基本上需要定的部分就是面中嘛，需要面中有一點點比較立體烹飪的感覺，所以我選擇的是這個 Cherry Blossom 這個色號。那像他們家那個正裝真的是太大一罐了，我要是拿來定面中的話，我不知道定到天荒地老才能把它用完。上臉之後會有那種1秒磨皮的感覺，再加上它的顏色是這種粉紫色調，所以它在你臉上就會有一個非常好的提亮效果。它這個送的這個粉撲啊，其實我覺得沒有很好用，我每次都是這樣反過來給它倒在這個蓋子上，再拿我的散粉刷去取它。我現在先用這個粉撲來給大家試一下，是不是就是它能夠瞬間的把你臉上的就可能那些油啊、不乾淨的東西啊，都給你就是吸得乾乾淨淨，給你整理出一個很漂亮的一個面部平整度。而且它這個粉是有一點香香的花香的味道，不會跟你底下的底妝或者是高光有任何打架的問題啊。這個真的就很喜歡，很漂亮的一款散粉。那遮瑕的話呢，我一直用的就是這一管 Hourglass 他們家的一個非常經典的遮瑕液吧。這個的話，它是有那種 mini size 的，如果你不太確定你的膚質到底適不適合這個遮瑕液，可以去買 mini size 的來用。像 Sephora 其實裡邊有入駐很多品牌嘛，那有些牌子可能8折的時候並不是它的最低價，但是 Hourglass 8折的時候就是最低價。我基本上沒有在別的平台、別的渠道上面看過比8折還低的能夠買到 Hourglass 的辦法。那當然，如果你有找到的話，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評論告訴我。它整體可以選的色號非常的多。我現在上臉的這個呢是 Cotton 這個顏色，它整體就是跟我的膚色會比較的接近，沒有提亮的效果，但是就能夠很好的把我眼下的暗沉，包括法令紋這塊，是先給它做一個非常乾淨的撫平。像我是有比較明顯淚溝的人，但是用上了這個遮瑕膏之後呢，淚溝這個部分有一個填充的效果，能夠把那個感覺像是凹進去的東西給它撫平了，變成一個非常乾淨的平面。之後你要再去做提亮，再去疊加別的單品的時候呢，它就會有一個更像是一張乾淨白紙的效
效果出來會更棒一點。所以就算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打底產品，但是我用下來我發現，就是你的眼下，包括可能你會用在鼻周這附近法令紋位置上，可能一定要做好保濕這個步驟，要不然的話它可能会有一點乾，会有點卡。還有一個呢，就是 Hourglass 他們家的粉餅了。這一塊粉餅呢，也是屬於我會帶出去補妝用的，因為它的粉質非常的細，夏天臉上 T 区可能會比較容易出油啊，包括吃完飯之後這周邊要稍微整理一下的時候，我就會用它。它就是不會跟你前面的妝容有任何打架的問題，而且呢，即便是你出油拿紙巾按一按，再拿這個粉餅補上去之後，它整體還是會呈現一個很乾淨的妝效。那像最近呢，我還發現了一個用法，就是我平常就是如果不是要拍視頻要化全妝的話呢，先用一個有點顏色的防曬，然後再去用這個粉餅大概掃一掃壓一壓那個防曬的油光，整體膚質呢就是那種媽生好皮的一個感覺。接下來聊腮紅，我最推薦的就是他們家大名鼎鼎的五花肉腮紅。這個腮紅這麼火呢是有道理的，在整個的色調裡邊還加了一點點細閃的這種成分在裡的。那像我今天臉上涂的呢就是這一塊，首先一個就是它粉質非常的細到讓我覺得這塊完全就可以去做這種粉餅的一個材質，就很柔潤的一個感覺。那上臉呢也是很好推開。那像五花肉腮紅的話呢，它整體就是会带有一点点的这种光泽感，除了我现在臉上打的這個高光的部分補一點在這裡，它其實是會有一點點自帶的微弱的光澤感，整體是偏桃粉色，嫩嫩的一點點淡淡的櫻花粉的感覺，而且帶出門也非常的方便。他們家的包裝我真的就覺得非常的高級好看。那這一兩年呢，非常火的腮紅品類呢，就是這種腮紅棒了。那我現在有的呢，就是這個 Rhode 的這款腮紅棒，玫瑰豆沙色的一個感覺，它會比剛剛我分享的這一塊 Hourglass 的腮紅再更深一點點，那它也就更適合去拿來當一個全臉的妝容使用了，就是會把這個腮紅點在顴骨這個位置，下巴、嘴唇，然後眼部打底，就一個腮紅就能搞定全臉的一些彩色系。我覺得這一款呢就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整個膏體做的非常的滑，你涂上去之後啊，我隨便用手指稍微搓一搓，它就晕得很乾淨了。皮膚更白一點的人用起來會更好看。NARS 的這個色號是叫 Behave 淡粉色，很細膩的一個粉色，就是細膩到在鏡頭面前都很容易會把這個顏色給吃掉的一個感覺。但是上去了之後，它粉質同樣是非常的細膩，不挑刷子，之後也是能夠很好的，就是給你整個的臉提一個氣色，就是刷上它之後就會有那種你姨媽很好、很準時的那種很元氣、氣色非常棒的一個感覺。它倆的粉質就是基本上不相上下，只不過 Hourglass 裡邊是加了一點點這種白色調在裡面的，有一點點微微的亮閃。NARS 這一塊呢就會更啞光一點點。接下來聊眼影的部分，那眼影呢有一盤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用了很久的 Charlotte Tilbury 他們家的這個 Pillow Talk。那我覺得其實要保持妝容好看高級，那不可避免的就是你要盡可能的去統一一整臉的色彩。有眼妝比較誇張的時候，你去畫了煙燻妝，你唇妝腮紅盡可能的就要去偏靠裸色，甚至是沒有顏色的這種感觉上面去靠。那如果你是像眼妝選擇了這種粉色系的牌子，你盡可能的腮紅啊、唇膏啊，也是要選擇就是玫瑰粉色調的這種顏色，它才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和諧的感覺。那我覺得这款 Pillow Talk 就是我覺得粉色盤裡面最高級的一盤了。它首先就是它整個的質感做得很好，而且是很方便攜帶的，薄薄的一片，然後再加上它前面有一塊很大的鏡子，就会很方便。還有呢，就是它的粉質非常的細膩，完全不用擔心飛粉，而且顯色度是足夠的，它又不會說很容易讓你下手很重很誇張，因為它顏色調得非常的好看。像我今天的眼妝呢，也用的是這一盤，然後再去疊加了一點點棕色的眼線，然後能夠把眼睛強調得很深邃很溫柔，然後它這個閃片
也是屬於光澤度很好，然後超柔潤的一個這種很濕潤的一個閃片。它這個閃片呢，它完全不會說顆粒感很大，屬於是社交距離看也完全 hold 得住的。說到閃片呢，有一款呢想要推薦給大家，如果你是很喜歡眼睛上有那種 bling bling 感覺的，就是 Patrick Ta 他們家的這個雙色的閃片眼影。这閃片也是我在 Sephora 摸了一圈下來之後，我覺得最細膩的，完全不用擔心飛粉，也用手指就能有一個很好的就是 bling bling 的效果。你放在眼睛上之後，你也不用擔心说閃片會掉到你的面中，會弄髒你的妝容，非常的細膩，而且是爆閃，就像是銀河流星流動的那種感覺，就是身處宇宙裡邊那種星河啊，真的非常好看。它是帶有一點點紫調的一個盘，所以它跟這種粉色系的腮紅也是能夠有一個很好的呼應。那最後的彩妝部分來聊一聊我推薦的唇膏類別的，就是 YSL 的這根金管。它整體的顏色是屬於，如果我今天想要讓我的唇色看起來比較的完整，然後沒有很多的透感，我會用的一根唇膏，比較能夠提氣色的。即便就是我今天不擦腮紅，或者是我就是比較簡單乾淨的一個妝容，然後我想要我的視覺中心都在嘴唇上的話呢，我就會用這一根。而且它前面的這個尖尖頭啊，去畫你整個的唇線部分也是非常輕鬆的。我最近的話上臉頻率比較高的就是這種亮亮的唇膏唇釉的一個質地，而且呢我希望它能夠呈現的是這種裸色調。那像前2期的視頻裡面我塗的呢都是這一根 Tower 28他們家的一個唇釉，哇，整體就是這種非常嫩的草莓牛奶的顏色，質地呢是油潤的，然後推開在嘴上之後會有一種很漂亮的光澤感，能夠瞬間把你的唇紋撫平的一個效果。但是這根呢我自己用下來呢，我是覺得如果你單塗它，它一定會在之後的時間裡面就是會有融化開來的跡象。我會比較推薦大家去搭配唇膏筆來使用，它就能夠把你整個的嘴唇框住嘛，所以它這個會比較不容易的往外流。那我在 Sephora 裡面呢只有用過一根唇筆，但是已經用完了，我扔掉了，手頭上沒有，就是這一個 L'Oreal Beauty 他們家的色號呢我會放在這裡，因為 Sephora 其實蠻多都是這種都會以白人為基準或者是以黑人為基準，那他們喜歡的那種唇線筆的顏色就會很奇怪。這一根的話算是我難得能夠在 Sephora 裡面找到比較適合亞洲人，而且你不希望你的唇線是很明顯的一個陰影色，或者是很明顯的一根線，你希望它就只是修飾一下你唇周的一個狀況，然後把整個的顏色過渡的更柔和，讓你整個嘴巴的形狀看起來更好看的話呢，就去用那根。我最近發現到一根我在 Amazon 上面隨便買的，我發現这根真的好好用。這個的話它是一個三文魚色，它是一個韓國的牌子叫 Heart%， 整個的包裝呢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而且它是這種筆狀類的，就是你可以給它轉開再轉回去，這個筆的這個順滑程度真的非常的好，就你在嘴上就很容易去畫出你想要的形狀，而且它是這種三文魚色嘛，所以它就很好的能夠跟我原生的嘴巴，包括我要去涂後續這個裸色的唇膏有一個非常好的銜接。那 Sephora 最近呢，我也是長草了2根新的唇線筆，是 Rode 他們家的金管，我會把色號寫在下面。那如果我買到了之後呢，也會在群裡面第一時間跟大家分享。如果還不錯的話呢，大家就可以趁着8折去入手。那如果你還沒有進我的微信群的話，就一定不要忘記加我微信，讓我拉你入群。Anastasia 他們家的一個唇泥一樣質地的一個唇膏，這個色號是 Crush， 它其實是有一點絲絨的霧面感，就有一點偏粉色調的裸粉的一個感覺。那像這個顏色呢，我覺得非常適合拿來做打底，比如說我後續要去疊加一些個像這一種唇釉質地的啊，它整個顏色比較淡，那對於我整個的嘴唇的覆蓋力不是很高的話呢，我又怕底下的深唇會讓整個顏色透出來不好看嘛。我一般就會用這個 Anastasia 這個先打底，我今天也是用這個顏色打底，再塗上了這種唇油類的產品，它就會亮晶晶的，然後看起來呢就會非常好看。這個的話呢，它整個的質地非常的絲滑，很濃郁的絲絨感的一個呈現。它上嘴其實它還蠻輕薄的，整個的質地呢我也蠻喜歡的，它不會說有那種糊住你嘴巴很難受的一個感覺。那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是更喜歡深色一點點的，然後希望自己看起來氣色更好的
的話呢，有2個紅棕色的單品嘛，因為其實裸色系它還是蠻挑你的一個膚況、膚色，包括你整體的妝容搭配，不然的話看起來會很沒氣色嘛。那如果你想一根的話，簡單的突出好氣色，又或者是你的嘴唇的顏色比較深，你想要讓它有一个比較好的覆蓋附着力的話，我還最經常用的就是這2根了。這一管的話基本上是快用完了，它是 NARS 的這種金色管頭的這種唇蜜唇釉類的，塗出來的效果也是這種亮晶晶的玻璃唇的一個感覺。你只要去搭配很淡的腮紅、很淡的眼妝，它都能夠讓你氣色看起來很好的一支。而且它整體的刷頭我還蠻喜歡，就是那種細細的，然後這個唇峰啊，然後下嘴唇這個地方，所以它描出來的整個框架也會比較的順。還有一個呢，就是這種啞光的這根的話，有點土橘棕色調的一個感覺，它的上色呢就有一點點橘調在裡面了。這個的話，一般我會去搭配一些偏橘色系的腮紅，就會顯得氣色足夠好。下一趴來聊一聊護膚。護膚的話，其實 Sephora 裡面的東西呢，我總結下來就是這麼幾個吧，回購了 N 次的。Dr. Dennis Gross 他們家的這個棉片，這個棉片的話呢，它是步驟1跟步驟2來的時候就是給你都準備好，撕開來就直接用，用完就直接扔。這個棉片我就很喜歡，旅遊的時候帶着它就非常的方便，很適合拿來卸完妝之後，已經清潔完你的整個臉部，再用它去擦一遍之後，去上後續的不管是精華、面霜，它都會有一個比較好的吸收。而且裡面的這個酸的東西，它也能夠很好的去幫我去解決我臉上的這種粗糙不平整的一個問題存在。上酸之後，你的臉肯定是會乾的嘛，你先用完這第1片之後，再擦第2遍的時候，它的2號棉片呢就會起到一個比較好的滋潤的一個效果，那你也就可以去省掉帶化妝水這一個步驟。所以這個棉片我就覺得還蠻推薦，我每次都是直接入手他們家最大的包裝，就屬於是旅行或者是出門在外，你想要經典東西的時候就隨即隨用。那像他們家呢，還有一個精華我很喜歡，它我覺得算是 A 醇裡面做的膚感比較好的，不會有很乾澀、很奇怪的味道。那像對於我的整個閉口、整個臉的一個平整度，它都會有一個很好的修飾。那像前段時間，我是直接拿它來塗我的脖子上的頸紋，因為我發現頸紋其實我的頸紋還蠻嚴重的，有一條比較深的在這裡，然後有一條在上面。那我就連續塗了1周，我發現就是這個頸紋就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淡化的效果。像他們家單價其實沒有很便宜嘛，所以我也比較建議大家在這種8折的時候入手。那如果你們有用到好用的，就是這種類似功效又便宜的，也歡迎在底下的評論告訴我。卸妝呢 ，Sephora 裡面我萬年回購的有2款，一款呢是這個 Pharmacy 的卸妝膏，他們家就是標榜的這種綠色環保的，就會讓人非常的放心。每次用量呢也不會說很多，膏狀呢放在手上用掌心直接一敷，它就會化開，在臉上的延展度也是很足夠的，不需要揉搓太久，它就能夠很快的去把你臉上的妝都帶走。那像比如說我今天畫這種全妝比較厚的情況下，我就會選擇用 Pharmacy 的這款卸妝膏，它們也是有不同尺寸可以選的。我也是買了這種旅行版本的啊，那旅行版本就帶出去也不會像說卸妝水、卸妝油一樣會有漏的風險。那還有呢，就是平常可能只是擦個防曬，稍微薄薄的上了一層底，日常我會用的拿來卸防曬的，就是 Biosus 他們家這個卸妝油，整體的配方也是非常天然、非常植物。那它整個的油呢，上臉之後呢是非常清爽。而且呢，像這種卸妝油，我覺得最怕的就是會悶痘。這款的話就是完全不會，屬於是我已經回購了好多瓶了，而且它整體的價格也不是很貴，一瓶也能用蠻久的。那像 Sephora 8折的時候呢，我比較建議大家入手的就是各種各樣的比較貴價的護膚套組，我都會把我推薦的、我用過的都整理好，放在視頻下方信息欄裡。還有呢，就是護唇膏了，我現在用下來，我覺得最棒的，不管日常用、睡覺前用，都很棒的，而且整個的成分是很安心的，就是 Fresh 他們家這個 Sugar 沒有顏色的這一款，它塗上去不會說那種有豬油糊嘴的一個感覺，但是就是又能夠滋潤，而且我睡前塗完之後呢，第2天早上起來洗臉的時候，它就能夠很好的把我的這個死皮給敷出來，洗臉的時候順帶就給你擦掉，就屬於是能夠在日常給你一個很好的護唇效果。最後呢，就是要來分享一個可能大家都想不到的，就是 GHD 的一個直板夾，我好像沒有在頻道裡面跟大家推薦過，但是我的劉海是一定要用直板夾的，所以這一把直板夾也是
我大概6年前入手的吧，到现在了，我依舊是很愛。虽然说它的单價比較高，但是絕对值得投資。我用過了很多，也有不喜歡的，就一直要換。但是買了它之後，我就再也没有動過歪心思，就是去哪幹什麼，一定要把這個直板夾帶上。它首先就是它的板非常的寬，所以它整個夾道的面積就會比較大。還有呢，就是它加熱速度非常快，插上電之後，我稍微輸一下劉海，叮一下它就加熱好了。哪怕有的直板夾它可能會有那種溫度過高，會傷害你頭髮，會讓你夾多了之後頭髮會有一個毛躁。但是 GHD 的直板夾非常的神奇，它能夠很好去撫平你所有毛毛躁躁的感覺，有一種非常漂亮的光泽感。就是夾完了之後，你一頭很毛躁的頭髮，或者是說你是屬於是那種沙發質地的，你就用它就絕對就不用擔心頭髮質感看起來不好。那像今天我也是有用那個直板夾整理了一下，包括我最近有做的這幾個就是稍微有一點點卷的这種枕頭的一個髮型，我也是用 GHD 直板夾來完成的。那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在底下留言評論告訴我，到時候來給大家分享一下。雖然說單價高，但是平攤下來這6年每天都在用，我真的覺得就是值回票價。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這期視頻要跟大家分享我的 Sephora 清單品。那更詳細的清單信息，包括所有的東西色號，我都會整理好放在視頻下方信息欄裡。那也不要忘了告訴我你在 Sephora 裡面會買什麼，有什麼是你推薦我去嘗試的。那再一次感謝你觀看我今天的視頻，我是 Aileen，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